你有没有少一个爸或少一个妈？我们都跟你一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远，然后你，我是王毅。王毅，不要我是很难解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远，我是王毅。Sam 林山姆，史蒂夫，美人鱼。这是一个美发频道，如果没订阅可以订阅一下，如果没追踪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 IG。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单亲家庭的故事，因为我们这边都是单亲家庭，但其实我们公司单亲的人真的太多了。半以上。对，没有啦，到处说，要谁单亲啊？哦，我啊，结果很多。对啊，然后旁边原本王毅没有要加入我们的这一支影片，然后在旁边讲，他说，对啊，那时候我妈，我说，你也单亲。我是觉得这个年代单亲真的还蛮正常的，蛮常见。对啊，我先讲我的好了，因为我爸妈离婚好像是在我大班，其实我真的忘了，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吗？你们也是哦。我也是幼稚园。我大概是在大班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我爸就是有点像为离家出走，因为我就是默默的，他们就默默结束这关系，然后我就开始跟我妈住，所以我就有一点点不太知道他们实质的状况是怎样。总之我有一段时间是跟我爸没有什么接触的，但是我长大之后又跟我爸有联络，好像是因为谁要读国中还干嘛，总之就是我妈报失踪人口把我爸找出来，因为她说就是要我爸一起负担我们的生活费跟学费，因为你小孩越来越大嘛，因为我们家有3个小孩，报失踪人口帮你爸找出来。对啊，因为他不见啊，他好会哦，这什么招啊？因为我爸那时候不在高雄了，就他就是真的远离高雄了，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活在一个还蛮单亲的故事。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写过，就是学校都会有那个一个表，然后就要写爸爸妈妈，然后就是有写那种，然后他要写到我爸爸的时候，我当然记得我爸叫什么名字嘛，然后我写到我爸之后，然后他就会叫你写职业，你们记得有一个职业吗？有。为什么那勾选没有离婚？然后我就选职业，然后我有时候不知道写什么，我就会写自由业，然后老师就会说你爸爸自由业在做什么的？烦啊！然后我想说然后最后你说我离婚了，老师就说哦，然后因为有时候老师还说一定要写，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这个一定要写？这个没写也没关系吧？我就想说我不知道现在学校是怎样，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国小就是很爱填一张。那个就是身家调查的，而且那个都好仔细，我都答不出来。它里面还有一个写什么富裕小康还是什么？很难！天哪，也太烦了吧！就是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？然后因为我家是低收入户，所以我就是一直维持勾清寒。哦。然后我每次看到朋友小康，我说天哪，他家怎么那么有钱？小康哪知道？我还没有，我还很白目问老师说，所以怎么样叫做富裕？然后老师说可能你家有开个工厂啊，有公司。开什么进口车什么的，然后你知道我多白痴？我说哦好，那我是富裕。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对单亲真的是还蛮痛苦的，因为我们就是很小，所以我们真的不太懂我们爸妈之间发生了什么事。然后尤其那时候，因为我还小，然后我妈那时候可能离婚几年，然后我妈就对我爸怨念很深。然后每次我想问她，我爸爸是怎样要写什么，有讲还写你老爸吗？你老爸我会掐东西。就是那个时候通用的一个。你们也会这样讲吗？外公都会这样讲。外公说什么？就说你爸被人家杀死。杀死之类的。真的都这种话。人啊，甲你问吼，你就讲你老爸有掐东西啊啦，我会掐东西啊，我想讲推来会掐的。反正就是因为我妈对我爸的怨念太深了，但是我长大之后的确也可以理解，就是干你们3个小孩丢给妈妈，真的怨念直接。爆棚但是我长大之后，我还是有觉得还好他们离婚了，毕竟2个不爱的人如果干嘛这样，好像也真的对啊，对小孩其实还蛮痛苦的。因为有一些人不是，你看那个电视都会有那种你们不要离婚，你们不要离婚，干嘛不让人家离婚呢？你刚刚角色是小孩吗？对，有吧？电视，我这里有人有演这一出的吗？我没有，电视上，那个电视上，电视上有真的很难。你知道我说那种小孩子就会一直抓，但是我就哪懂啊？我就没什么感觉。对啊，你这也是很早离婚的。我幼稚园的时候，然后也是有上演那种去法庭，然后法官问说你想要跟爸爸还是妈妈？但在真的哦，在这之前妈妈都蕊过了。他说等下法官说什么，你就要说跟妈妈。对，有，这个我有印象，但你是站妈妈的吧？我跟我爸也真的不熟啊。哦，你跟你爸就是跟妈妈。所以你那时候就是你爸就再也没回来看你。再也没回来，所以你就是对这个人有那张脸是记得的吗？不太记得，但知道应该是帅的。照片是帅的啦。有意识以来，我从来没有喊过“爸爸”这个词。
天哪！对我对爸爸这个人太陌生，小时候叫爸爸只是那种，他是爸爸，你叫爸爸，说爸爸。但等到你真正有意识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再也叫不出爸爸这个词。就算好像长大之后再看到他，因为我在看到他是国中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妈要买脚踏车，我本人啦，我本来要买脚踏车，然后我妈就是你知道不想买，她说那你去跟爸爸要，因为爸爸那时候出现了，就是我爸一出现，就是我妈就要赶快捞这个。能唠先唠。我中间倒是也都没有叫爸爸，但是只有我妈当时交了一个男朋友，而且我还记得我妈的男朋友是比我爸帅的，我妈还会一直酸哦。你看我来 gay 哦，你把人家搞。我以为他会说，我若是还结婚，你可能会跟路人打。等一下，我说真的，我当时的确真的有这种想法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！我想说哈，因为我大概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意识到，我妈的男朋友好像真的也比较帅，然后我想说，如果他跟他生我是也怎么样？所以你要想要当叔叔的儿子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想要他的基因。对，我只想要他的基因。但是我国小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住在一起，但是我跟他就是真的没有很熟，因为我妈就跟我们住嘛。但是我对那个她男朋友印象真的不是很深，但是他就是喝醉的时候都会跟你说鸡万哪叫 daddy， 然后我叫不出来，但是我还是有叫过，因为我那时候就太想要买怪兽对打机。跟我的脚踏车是一样的道理，生存比较重要吧，就是先活下来啊！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单亲家庭小孩好像蛮会猜观色的。你最可怕吧？史蒂夫比较可怕吧？史蒂夫蛮可怕的，因为史蒂夫的爸爸就是养父。对，可是都有养你的，所以还 OK。对啊，我是国小那种1、2、3年级的时候，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爸他就是欠钱，然后好像去菲律宾吧，然后就从来我就再也没有出现。我从我出生以后我就没有看过他，所以你不知道他的脸长怎样？我没有看过，我只有看过照片。哦，那你叫新爸爸很 OK。对，我妈就跟我说她有抱过你，就这样而已，我的印象仅此而已。也太难了吧，这个记忆。对啊，然后嘞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好像赌钱吧，欠债，然后我们家有4个小孩，然后很严重，就是说会有人来讨钱，然后到家里来，然后说要把我姐掳走。是你爸欠的钱。对，那他已经在菲律宾了。对，他已经跑了。哦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姐好像还要就是从我们家的阿嬷家的那种阳台，然后爬到邻居，然后邻居把他藏起来，要躲起来。对，就会有人来抓，因为要抓他。对，因为我们在嘉义啊，那个比较乡下，我觉得是可能真的会发生真的有。以前的年代治安又不好，之前的女生比较好。然后后来就离婚了，然后我妈就交了这个男朋友，然后因为我年纪还很小，所以我可以接受叫他爸爸。可是像我姐姐、我哥哥他们，因为接触的年纪他们都蛮大的，我跟他们落差很大，对他们叫不出口，真的哦，都叫叔叔。只有你叫，只有我叫。你为五斗米很折腰哎，超折啊！但是我也因此过上我那个时候算是好的生活，因为他真的照顾你。对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叔叔不错，因为他真心的有爱你。其实我到现在这个年纪，我去想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他很了不起。对，就是我妈妈有4个小孩，但是他爱他。对，然后假设我交男女朋友，我怎么可能会去选择一个有4个小孩的女朋友？他就是爱屋及乌的啦。我觉得这个到后面后来觉得很伟大。我觉得这个养父还蛮感人的，而且又有钱。对啊，而且说实在的，生你的人又怎么样？真正照顾你、爱你的人又怎么样？对。那你应该爱他吧？有啦，我爱他啦，我在照顾他。总是不然总是他原本的爸爸也在菲律宾他妈嗝屁啊。对啊，嗝屁了嘛。你跟爸爸这个角色本来就也不熟了。对，说实在，但是我觉得他给他的一个爸爸完整的样貌。对啊，就是他给他爸爸一个完整的样貌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真的也不用觉得说他一定是要我亲生的干嘛。对，就我觉得爱你比较重要。但是你这样回想起来，如果当初没有这样理的话，可能我的状态会是更差的。你可能被枪杀了吧？也不至于，就是真的很多，还让你在这里嘴哦。对，我可能搞不好也没有受太多教育，还是什么样子，就是走另外一个生活。对呀，是有可能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单亲的故事，然后他可能会怨天尤人，因为他可能会怨说，我爸妈为什么离婚不陪伴我？但我觉得啦，爸妈都有他们的苦衷，然后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，你又不是我亲生爸爸，你又不是我亲生妈妈，你凭什么管我？然后我要去找我亲生爸爸或亲生妈妈。可是那些是不要你的人，你去找他干嘛？到底又怎么样？对啊，我有时候都在想这件事情，因为之前网络上不是有一个影片，就说我长大，我要去找我那亲生爸爸，不是一个，我知道，他爸吓死。对，我忘记这个结局，但是我有时候都在想说，找到了又怎么样？就是
你们就是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，对吧？因为这个亲人的关系就是跟陌生人，哎，我不知道，我不会形容。就是不认识彼此啊。对啊，而且你为什么要逼他？就是你一定要对我负起责任。对，我是医生，就是我觉得既然你都有能力对他讲出这句话，那就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嘛。没错，你就不要理他啊，有什么好管的？而且不觉得我们很厉害吗？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是都说单亲不好吗？怕你走偏或学坏什么的。可是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学坏啊。那学坏，我觉得跟他个性干嘛？跟单亲双亲好像没有太大的。我自己会觉得可能会比较容易的，因为毕竟没有人提醒你。因为只有如果单爸爸或单妈妈照顾你们的时间就是偏少嘛，因为他还要工作，对，他真没办法一直教你什么。可是有时候你会看到他很辛苦，你反而会觉得你要独立，对好像对，要乖一点。我们算是比较有良知一点。那你们会给他们签家庭联络簿吗？我的都是阿公我都自己签的。签呢。我也是自己签的。有关系吗？真的有关系吗？家庭联络簿每天给。我是阿公阿妈签的啊。所以我都自己签。你是自己签，而且你知道重点是什么吗？像我阿公阿妈也不认识字。他只会写自己名字来。对，他就写一个信啊，就写我妈的信啊。但你是自己签的哦。我自己签的。可是你算是母胎无父母，对不对？对我好像国中我妈就走了啊，我跟我妈也不熟，因为她那你国中之前跟她熟吗？不熟。不熟，我就是暑假会去基隆，然后1、2次，然后就尴尬的回来这样。尴尬的回来。国中的时候，你出生之后是她就怎样？给奶奶带啊，我根本没有。他把你丢给他。对啊，我也没有跟妈妈相处，所以我去基隆跟她见面，我也没办法叫出妈。啊，你爸跟你妈在一起吗？离婚了。是阿嬷带大的小孩。对啊，而且我结婚那一天，我本来想说，天哪，我那个要找谁？然后我想要找我姐，然后我想说算了，顺便找我爸。主婚人吗？对，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爸，然后我真的那个爸，我真的是啊，你自己打哦。对我自己打。你好猛哦！因为我你怎么姐不找人家讲？因为我姐讨厌我爸，然后我就想说不行啊，亲姐姐吗？对啊，因为我还有爸爸在，我想说那就打给爸啊，我爸呢，哦，1秒爸。我就立马挂，就是立马赶快。他有来当主任了吗？有，而且我那天跟他约在火车站见面，我真的是见网友，真的我就很紧张，想说他都到底长怎样？醒哦。不好意思，而且我还奢望就是他会不会很有钱，然后之后完全没有，好像也没有照顾过你。没有哎，那你爸没有给我有钱。再婚吗？好像有，他有一个阿姨。因为我妈是没有再婚，就是我妈虽然中间有交，就是之前讲 daddy 的男朋友，但他们现在也分手。就我妈是没有再婚的，你妈是？我妈也没有再婚，但是她有好几个叔叔。开心呢！其实我听完你妈，我觉得她过得。我觉得谈恋爱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哎。但她没有再婚，没有，就是一个阿姨而已。那你这个，因为我也是幼稚园，我爸妈离婚，然后正常是我有2个弟弟嘛，我们是各自抚养权，就是一个我爸一个妈，刚好是我爸。那时候我爸就可能会去酒店，然后就刚好带一个小姐回家，然后有一天就是突然，你爸都带固定的，还是那一次带那一个？他好有钱。固定的哦，他有一个固定的，他有老点，对了，但是是做8大行业的。哦，对，后来他就有一天早上要吃饭，他说：“你去叫那个阿姨叫妈妈，不然我不给你吃饭。”那时候想说很可怕哎，他想讨她开心。可是对，吃个饭而已。啊，那时候我就觉得，我就想说，他因为我是被威胁嘛，我就走进去厕所说：“哎，爸爸叫我叫你妈妈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是你妈妈。”哎，可是你当下不就很丢脸？我就觉得很奇，因为我那时候很小，幼稚园哦，所以你不会觉得什么丢脸，你只觉得很错愕，他到底是要怎么样？然后我就后来回到我爸那边，他叫我叫阿姨就好了。我是阿姨，我也不像叫妈妈，对，被叫老了。你爸想讨她开心，但是用错方法。哎，可是所以那阵子是你跟你爸住？对，我觉得那时候我还印象中就是有一餐没一餐，那时候可能因为他是欠钱呐，所以他就是可能我们就吃，我还印象很深刻，吃饭配罐头，那个罐头是什么？爱滋味。鳗鱼，对。鳗鱼哦，因为我烧麦，红烧麦，对，错了啦，还有肉。但现在想起来是蛮好吃，现在想还是觉得好吃啊。重点是加个蛋，就是天哪！小朋友其实很容易满足啊，我觉得小孩子你只要给他吃的，他就都开心。那你跟你爸到多久啊？有一餐没一餐？记得好像几个月，然后就丢给我妈，然后就直接送到我妈这边。他跟你讲什么？他有跟你交代吗？他跟我妈说他养不起我，他说他外面欠很多钱，跟他这样子会有危险。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妈
到现在。那你现在有没有很开心那时候？其实我那时候完全都不懂。哦，你是想说你只是换个地方住？对，我只是换个地方。其实小孩子有时候真的很难懂太多。对啊，小孩子天生那时候真的太小，我们只想活下去。对啊，我好奇，那你那个时候没有说你比较喜欢你爸还是你妈？其实那时候双方都是喜欢的，他们就正常离婚。正常离婚。对啊，因为离婚是外遇才离婚的。哦，像我说的暴失踪人口也是我妈讲的，我确实也不太知道这件事情真实性，但你也知道，因为单亲家庭真的有很多故事，你没有办法完整的知道这个资料，我们都是从对，只要是妈妈说出来的故事，加油天数都是必备。很难真实啊，但你爸妈就不会跟你聊太多。不会啊，他们真的还算是生完就走了。真的嘞，真的给我放真。等下，让我问一下，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对他有恨吗？没感觉。你就觉得你阿嬷？我就不熟他们两个，我就觉得陌生人嘞。好，因为我想要总结一下，就是大家对自己的爸妈有没有一点恨意？那小时候我的确有讨厌过我爸，就觉得说为什么他没有给我一个就是完整。可是其实我过很快就觉得说啊，算了啦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，就是在我国小我就有这种感受了，就是很强烈，就觉得啊，好了。可是你们不觉得国中最明显吗？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一点青春期，对，你会觉得有点自卑一点点，会吗？我有我最大的自卑是低收入户。对，我也是。你有吗？你有因为那张自卑吗？因为老师都会说低收入户到前面。对，我才不想走呢。对，现在的学校应该没有这个环境。应该没有吧？可是我告诉你们，等下我要跟你们分享，因为我读树德家商，它是私立学校。你知道低收入户可以补助28000多？你这样很好，超多的。我家很穷，但是我家没办法申请低收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有房子。而且低收入户在国中的时候，营养午餐全部免费。哦，对，这还蛮赞的，就边自卑又觉得好赞哦。可以赚到。等等，我高一但是我只有高一领的补助，因为我高二就转去夜校认真的学美发。然后我当时还很懊恼，我就就是怎么没有补助了？因为害我开始就是就学贷款，原本是没在就学贷款的，靠政府养。真的嘞。但是国中还不错啦，就撇开低收入户以外，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是有单亲，就像你的单亲也不是低收入啊，只是刚好我妈就真的过穷吧。但你也很穷啊，你是倒霉。很穷啊，对我很倒霉啊，你是倒霉。你是里面最有钱的。你是富裕单亲，我是富裕单亲。可是因为你妈很会找男朋友。可是我们小的时候还是很穷啊。像我姐，她就会超级讨厌我的生父的。哦，因为她带给她穷日子。对他们就是小时候过得很辛苦，然后那个都是他们承受的，所以甚至有的时候连我哥都会很不爽我，为什么那么不公平？家里这么多小孩，但是只有我是小时候是过的是好日子。然后甚至还有名车接送。你是觉得你妈干得很好？总之，我是觉得对爸妈我不太有恨啊。我觉得小时候除了自卑以外，大部分都觉得那是他们的事，就自己好好活。你更没感觉吗？没感觉。你有讨厌你爸吗？我有就像史蒂夫说，他是他哥哥跟姐姐，很讨厌，因为那个过程是很穷的时候，我觉得。你穷的时候就讨厌他？有啊，不是，我说，后来他给我妈说，因为我妈可能那时候一个人要养2个小孩啊，太辛苦了。对啊，负担很大。然后那时候你就会知道，因为后来你长大才会知道，其实背后是外婆跟外公，他的爸妈帮他最多的。哦，我那时候是有一点不谅解我妈妈，我就觉得就是为什么什么都不能买给我干嘛？现在长大想说，干养3个小孩真的钱真的就是这么紧那我突然觉得我奶奶好像蛮有钱，把我养到大，还蛮有钱的。而且我要买什么，她其实都会买给我。她有在工作吗？没有啊，她挑都贼呢。还是他有很多小孩都会给他，我会给他钱啊，他都会留给我。所以你不讨厌爸妈，你算是有讨厌你爸。非常，现在还是讨厌，还在，因为他我18岁的时候，他有跟我要联络，然后来跟你要钱，干嘛？不要真的哦，不要理他，他都丢了，就是要认亲啊，不是要不要认。我真的是受够那一些，就是不就对了，不是我真的受够那些过了10几年不联络，然后突然又联络干嘛？如果你有要照顾就算，因为我爸虽然几年没联络，但是之后他每个月是有给我们家那个叫什么？对，家用费，就起码可以维系我们家一些。可是我爸那边的家人都会一直说服我要放下这一切。没有啊，他是不是跟你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你爸。对，我就觉得我就是挂不住。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就是
这不是放下跟什么的问题，就是你没有要提起来就这样，你就是不要理他就好了。而且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有一个心怀，就是那种就是心里面一直觉得啊，他真的是我爸，或怎样哦，算了啦。我觉得甚至有一种人是他会一直期待某一天来救他。期待哪一天爸爸来找我或妈妈来找我。对，然后他就是想要有一个这样离开这样的生活，他想要有一个这种感觉，救赎感。可是那也要在那之前，他是照顾他的啊。没有啦，有时候就是一种渴望的，就是你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有爸爸，很容易有恋父或恋母啊，你很期待有这样子一个角色，因为你会看别人的同学会有幻想。我承认，我先讲青春期的时候，看到别人的爸妈家庭很健全或干嘛，或一起出游，寒暑假带他们出去，的确一定会有羡慕的时候，会有吧，会有吧，因为那个他们是一个超级 family， 就是。但是我觉得你走得过去的，就是你长大之后就会熬过去。那段时间，我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告诉你，不用骗自己。那段时间也没有很长了，对不对？其实3年啊，你羡慕的那段时间其实不会很长。但我承认一定会有，而且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这么悲伤，这么悲哀？就是我觉得这个难免你会比较 deep， 比较低潮。就是，但是我觉得大家相信我，高中之后你就不会有感觉，就会过了。好像对啊，高中就差不多要去唱歌了啊。那时候朋友比较重要。对对对，因为你要交朋友，你可能会谈恋爱，可能去打工，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，你就会没有那么的悲伤。但是我觉得国中真的是这个阶段，真的是国中比较难熬，但是真的是熬过去就是平步青云，而且你长大就会渐渐的发现，其实离婚的人超级多，好不好？对。而且说真的，很多时候小时候你会以为他们家庭很幸福正常，长大之后他们家也离婚了。对啊。哎呀，大家真的不要想太多。其实单亲也是有很多单亲的好处的啦。有什么好处？我刚才想一下有什么好处啦？孝亲费好像少，不会被管啊。孝亲费少一半。对。好，孝亲费，像你无父无母，零孝亲。对。很省哎，很省哎。但我自己是觉得真的是大家可以健康一点去看待，然后别人问你的时候，而且我爸妈离婚了，就啊真的哦，就是离婚了。就不相爱干嘛硬要在一起？对啊，而且其实我觉得这年代真的也不会有人说，哈，你爸妈离婚，不会。现在反而会这样，就是你爸妈还在一起，已经是什么哦，他60、70岁了还在一起，就哈，还在一起，还在一起，不简单，不简单，真爱，真爱。现在好像比较容易劝离耶，就比如说你爸妈每天都在吵架，说哈。叫他们赶快离一离了，离婚了。哦，好像会。啊。总之，单亲对我来讲，真的是在我成长里面，就我说国中那一段比较，你知道低潮，那个低潮很快真的就过了，那只是一个那一刻觉得低潮，就是平常还是跟一般人一样，就是没什么好自卑，而且就像现在你看，单亲还可以拿来说嘴，还可以录一支影片，对啊，这么好，就是我是觉得你不用把它当做是一件不幸的事情，就是你的幸福跟不幸福，跟你是不是完美家庭跟单亲没有关系。我自己觉得啊，如果你的爸妈很完美，就是很幸福，我觉得很恭喜你，就是你是一个很幸运的孩子。对。但是如果你的爸妈离婚了，感情不好，也不代表你不幸，是他们不幸吧？对。这个不幸应该是他们，那你自己还是要过得幸福一点，因为幸福还是可以自己争取的啊。可以。而且长大就知道幸福一定要自己争过来。我觉得在小的时候啦，如果说是那种单亲没有办法照顾，可是现在有很多社福机构或者什么团体，基本上这一个部分都已经做得很好了。让你有事做，然后或者是给你晚餐什么等等，让你不要走上不好的路这一种。真的，我还是要跟大家讲，就算你是单亲，也不要因为这样就自怨自艾，然后甚至觉得你应该要学坏，你不如别人，然后你就不能怎么样。没有，你根本大家都是一样的。你想要读书就会读书，你想要工作就会工作，你想要一技之长就一技之长，不要那种觉得啊，反正我没办法，我就是怎样。对，没人管什么，没人管我就怎样怎样，我就反正也不会有人理我。你要自己理自己，自己管好自己，因为人的一生真的太长了，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最终都要自己能承受的，自己对自己负责。对自己对自己负责，我觉得蛮重要，就是不要把这个当做是一个你叛逆的借口。对，因为真的太多人会把这个说，反正也没人管我，然后怎样。我妈都不管我，你管我。对啊，人家管你是对你好，好不好？OK， 那在这里面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是单亲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，我是你的法师志远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